凭什么咱们不能和台湾人一样享受全民免费医疗呀？咱们是低台湾人一等是吗？我最近刷到一个大陆姐妹在台湾住院的视频，还做了手术，你们知道花了多少钱吗？不到100块人民币。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真他妈生气。Hello， 我是北京来台湾读书的交换生。前几天我感冒浑身难受，结果在台湾的医院看医生，真的是把我震惊了。我震惊的点就是在台湾看病居然可以这么便宜。我是上礼拜3办理的住院，住的是2个人的健保房，到今天总共是9天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总共要缴多少钱吧。你们订餐了哈？没有。这次住院诊断结果是纤维肌痛症，总共缴了200台币，人民币大约44左右。我们有一说一，台湾的医疗真的很优秀。2024年全球医疗照护指数，台湾以86分的高分排名第1，能连续6年蝉联世界第1，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而且我这次住院遇到的护理师真的都很好，很亲切。有一天晚上我情绪上来，然后就躺在床上掉眼泪嘛，然后刚好护理师进来帮我量血压，然后他看到我就说：“你是在哭吗？你还好吗？”然后他看我一直在抽泣，又问我说：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”在那个当下被关心，真的觉得很暖心，然后也很谢谢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的照顾，他们讲话也很温柔，也不会说态度不好啊，或是不耐烦啊。这就是我自己这次遇到的经历啦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自1995年实施以来，几乎覆盖了全体居民。健保的设计以单一支付者制度为基础，政府统一收取保费，并集中管理资金，这确保了资源的公平分配。无论是都市居民还是偏远地区的农民，都能以相对低廉的费用享受到相同质量的医疗服务。在台湾看病，患者只需持健保卡即可挂号、就诊，药费和部分医疗费用都由健保承担。这种普及性不仅降低了人们的医疗负担，也让绝大多数人免于因病致贫的困境。有一位在医院卧床的上海老奶奶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辈子啊，省吃俭用，积攒了一点点家底，本想着年纪大了能有个保障，可你看看，生一场病花的比攒的都快，尤其是在大陆，看个病都像打仗，挂号要凌晨去排队，住院还得托关系，别提那些药费了，买药都能把人逼穷。前几天我看新闻说什么医保覆盖率高得不得了，可这医保真的给我们普通人用过多少？我做检查，医生说医保不报销得自费，开个药医保的就几块钱一盒，他们非让我买那个几十块的进口药，说是效果好，实际上呢，我吃了还是难受，钱倒是花没了。听说台湾那边的健保那是太不错了，人家健保卡一刷，几百块的治疗就掏几十块，不花钱是不可能的。关键是服务也不差，医生还耐心。我们呢，这边医生看你1分钟都嫌多，什么事都赶着讲，讲完就叫你交钱，交的比台湾那边多得多。这么比下来，台湾健保真是没得说啊！唉，我们这边一场病能掏空一个家庭，那边健保是真的让人看得起病。你说这不是本该人人都享有的权利吗？可在咱这儿治病成了奢侈。希望吧，希望将来的日子会好一些，别让孩子们也像我们一样，到老了还得为看病发愁。更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健保制度强调以人为本，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时间充足，医疗质量与患者满意度也较高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医保体系虽也宣传覆盖全民，但实际运行中存在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均，城镇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较高。一方面，
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医保政策不同，而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虽高，但报销范围有限，且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，居民就医困难。另一方面，高级干部和富人阶层可以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，而普通民众在医疗上却需要忍受长时间排队、高昂的费用和有限的医疗选择，这导致了医疗特权阶层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显著差距。在中国，看病不仅是治病，更像是一场闯关游戏，挂号难、住院难、费用高成为普遍现象，患者的健康权被严重侵蚀，费用可负担，减少因病致贫。台湾健保通过个人缴费、企业缴费和政府补助三方分摊费用，这使得个人负担的比例较小，患者的医疗支出透明而可控，看病成本低且合理。即便是罹患重大疾病，健保也能提供高额补助，避免家庭因病陷入经济危机。例如，一个普通家庭如果成员罹患癌症，健保可以承担大部分治疗费用，患者家庭只需支付少部分自付额。这种机制极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中下层的医疗权利，使得人人病有所医成为现实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医保负担重，家庭破产的隐形推手。中国的医保尽管在宣传中声称覆盖率高，但患者需要支付的费用仍然居高不下。即便医保能报销一部分费用，但覆盖范围有限，许多药品和治疗手段都在医保目录之外，患者不得不自掏腰包。此外，大病返贫现象在中国并不罕见。另外，还有一位因为手术费没交够而被拒绝手术的大陆病人家属，对此他有感而言：今天我终于见识到什么叫社会保障的真实面目。缴了这么多年社保，满心以为可以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，结果一到医院才发现，医保的所谓报销根本就是笑话。明明我每个月的工资单上都清楚扣了社保金，可等到我真正需要它时，它却躲在各种不属于报销范围的规则后面，冷冷地告诉我，抱歉，这些都是自费。药单上的数字像一把刀一样划过我的心。我拼命算了一下，报销之后的那点补贴还不够买一天的3餐。我不禁要问，我爱的这个国家真的在爱我吗？每次都说人民至上，可真到人民要治病救命的时候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医药费压垮。有人说医保是一种保障，能帮助我们分担压力，我不否认，但这种保障到底是帮谁分担的压力？我还是得自己掏钱，还是得自己跪在收银台前哭。爱国是没错，但爱国不代表我得无条件接受这种现实，甚至掩耳盗铃地告诉自己，这就是应该的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忍气吞声，那报销的只是我们的希望，支付的却是我们的尊严。一些家庭因一场大病而花，例如癌症患者在中国进行化疗，通常需要支付高昂的自费药费用，而医保报销的部分仅是杯水车薪。对许多农村家庭来说，一次大病足以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基础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。台湾健保是以人为本的高效体系，台湾的健保制度以高效和透明著称，政府严格监管健保资金的使用，确保资源能够真正用于改善医疗服务。与此同时，台湾医疗机构重视患者体验，医生能够花时间与患者详细沟通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，提升了医疗服务的质量。健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在于政府的有效管理和社会的广泛支持，公众缴纳保费的积极性较高。此外，台湾通过控管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，如限制过度检查和药物开销，确保了健保基金的稳定运行。中国医保的制度漏洞与过度商业化，
中国的医疗体系更多是以盈利为导向，公立医院通过多开检查、推销昂贵药品等方式创收，医生被迫成为销售员。这种模式不仅浪费了医保资金，还让患者承担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。此外，中国医保制度中存在的腐败和资金浪费现象，也让人担忧其可持续性。一些地方医保基金被滥用，而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却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。再加上商业化运作，导致医疗成本上升，许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医疗费用。医疗保障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，理应以保障基本医疗权利为核心。从普世价值角度看，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、个人负担的合理控制以及医疗体系的高效透明，是衡量一国医疗体系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准。台湾的健保制度无疑在这些方面更符合普世价值的要求。它强调公平，以人为本，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和高效的管理机制，确保每个公民都能获得体面的医疗服务。而中国的医保体系则更多铺让生命的尊严，这才是普世价值的真正体现。如果你喜欢这篇内容，记得点击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有趣且深入的分析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，说说你对两岸医疗制度的看法或亲身经历。我们下期见。